这次连原始通天山山脚都没闯过，看来我与原始空域成员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。杀死2个，已经强过很多人了。现在原始空域的宇宙级成员也没一个能闯过。还记得天才战士的试炼塔吗？那就是照着几乎没人能通过的难度设置的。这通天山也是如此，它只是一个标杆，想要上升到原始空域，资格战才是正途。原来如此。太初空域宇宙级老成员中，有5人已闯过通天桥第7层，他们在资格战前总以切磋之名欺负亲人为乐，并屡屡向我发起挑战，但我并没有接受。太初空域宇宙级资格战正式开始。因为我会在空域资格战中将他们尽数击败。罗峰，虽然通天桥层级上我不如你，但实战中我可未必会输。你一定要进入原始空域的理由。我也是。首先，天才战士你以幻身击败我，如今我也会用同样的招数击败你。恭喜罗峰晋级，可继续参与原始空域资格战。是我技不如人。哇，真是精彩！你小子可一定要冲进原始空域啊！我会在原始空域等你们。下一场，太初空域罗峰
对战原始空域博蓝。你是我最期待的对手，罗峰。终于能在一决高下了。罗峰，多年来，我有宇宙国主之道，还有仅次于博蓝的主观速度，所以我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超越博蓝。从来没有设想过被其他人超越的可能，这是一次惊险。罗峰，恭喜你！就连炎龙他们也按捺不住，开始向我打听罗峰的情况。龙玉，这下你该相信我的判断了吧？考察新人这么久，竟然没你看得准。放心吧，今日之事，我会将最新的结论报给九剑尊者。本届天才中，罗峰在通天桥的成绩与博蓝比肩，并列第一。如今，我已悟透雨滴图中的每一滴雨，其演变而生的9种意境，于我而言已没有秘密。世界突破至域主级的标志，随着等级的提升，起点内部未来能孕育出一个可让他人在其中生存的世界。金角巨兽和魔杀族分身也都突破到了域主级。先前是体内世界的等级限制了分身成长，如今限制终于解除。你现在的实力虽然还比不上域主级高阶的明月，但足以碾压当初威胁地球的诺兰山。10年间，因地球人身体一直枯坐参悟空间法则，导致其等级还停留在宇宙级1阶。日后我得抓紧修炼，让人类身体等级赶上其他分身，并早日达到界主级。不过现在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。老平，你妈妈呢？这边，估计没看到消息。她现在从早到晚忙工作，还把网络上线地点都固定在了公司。虽然商部业务往来不是我的主要工作，但据我所知，要在完全具备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，成为虚拟宇宙公司的子公司极其罕见。听海公司不仅在星际房产与连锁餐厅领域大有突破，金融投资部更是成绩斐然。我认为我们的盈利能力足以争取经营自主权。即便你的丈夫是虚拟宇宙公司的核心成员，
你也不会因此得到优待。要想成为我们的子公司，所有人都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陆枫，许昕，我回来了。陆枫，真的是你！你知道你多久没回来了吗？30年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以后会常回来的，你工作也别那么辛苦了。我不能只是坐享其成，我也想为地球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许昕，银河领主罗峰，我会成为你最好的帮手。按规定，闯过第3层就能去听九羽一脉开宗立派的强者讲课，而想拜入谁门下，第一次就必须到他那听课，以示尊敬。炎龙王都发邮件暗示你了，这可是板上钉钉的大好机会。但先前指点我突破的是真眼王，他不过是匿名提点了你。据说真眼王自弟子炼落陨落后，1亿年来都没再收徒，且向来我行我素。你要是上门拜师他不收，之后你就再难拜入其他人门下了。到底什么样的天才才能被宗主看上啊？上一个想拜师的是有着人类巅峰血统的满卡星人，玉主急就闯过第9层通天桥，结果还是被轰出去。上个是荒神族的界主。罗峰，你要不再考虑一下？他就是真眼王。其中竟有万千时间，这瞬移简直不可思议。今天要讲的是九羽混沌杯的基础。第一幅图的根本法则运转应是如此。对空间法则的理解似乎更清晰了。刚来混沌城时，我只是个连通天桥第1层都闯不过的新人。多亏真眼王，才让我在参悟出世就走上正确的道路。或许对他而言只是随意之点，可对我而言，怕是影响到将来亿万年。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散了吧。
没可能。听说真眼王早就不打算收徒了。真败了！真败了！真败了！哎呦！弟子罗峰恳请老师收弟子为徒。他在想什么呀？我不收徒已经1万纪元了。是该收个徒弟了，罗峰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真眼王的弟子。大新闻，真眼王收徒了。炎龙这回可是输给我了。你如今的通天桥成绩，已与同届天才战第1名的博兰打平。日后你有信心超越他吗？有。谈判到现在，他们还这么严苛，真的不考虑跟宇宙第一银行合作吗？再等等。虚拟宇宙公司答应了经营自主权的要求，并且给到了净资产8倍的报价。太好了，不过按照当前平海的净资产，只能算是其3级子公司。要想被吸纳进虚拟宇宙公司核心，平海必须得升到2级。这2级子公司的净资产得达到10万混元，都能买下上千万颗地球了。平海若是能得到虚拟宇宙公司重视，日后地球就可有更多倚仗。我们可以做到的，一路走到这儿，不已经充满奇迹了吗？自此，我开始跟随真眼王修炼，苦心钻研空间法则。这些年里，虚心靠公司经营收益，购置大量高科技设备改造地球。如今，地球生态已完全恢复，人口大量增加，只有重组母巢的威胁依然存在。好在重组母巢100公里内已是封闭禁区，且有实时监测，期间2次毒气喷发并未造成伤亡。在极限武馆的开拓改造下，火星已恢复星球磁场，形成适宜人类生存的大气环境，而月球将被开发为未来粮食生产的太空基地。众宇宙奴隶曾于危难时保护地球，如今我也有能力守卫家园，便兑现承诺，解除了生物芯片，资助他们返回家乡星系。但仍有许多人选择留在地球安家，而白卡罗、敖古、蒙伊早已融入了我的家庭。二哥得到卡布借出的传承，已修炼至恒星级9阶，正为突破宇宙级做准备。大哥长期闭关训练，只偶尔发邮件报平安。大家都在尽其所能努力前行。我更不该有丝毫松懈。20年一晃而过，在老师的教导下，我对宇宙本源法则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通天桥第5层，若能获得参悟机会，便可在离开后慢慢吸收。炼神兵第4重，大巧不工。